不再只是伊朗中共军援曝光，美军全面备战战争级对抗，俄军推进再受挫，皮扬斯克敌后遭突袭，1亿美元雷达被摧毁，乌军精准打击养猪场据点，俄军掩体被夷平，圣彼得堡突发停电。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过去15天内，多架中共货运飞机密集降落在伊朗。最新消息显示，中共已向伊朗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 HQ-9A、HQ-16 等防空系统。这意味着局势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这不再只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而正在演变为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战略对抗。也正因如此，美国此前长时间的军事准备显然并非偶然。为了应对伊朗日益强硬的对抗姿态，美国必须投入更多军事资源，以确保能够对伊朗相关目标实施持续高强度的打击。在过去24小时内，能够携带小型核弹的4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已从美国本土起飞，前往迪戈加西亚岛。其中最近一次行动由2架 B-52H 执行，并有2架 KC-135R 加油机和1架 KC-46A 飞马加油机全程提供空中加油支援。每架 B-52最多可携带20枚 JASSM-2 隐形巡航导弹，雷达反射截面小，不易被探测到，射程约925公里。这些战略轰炸机的日益增多，标志着美国在印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远程打击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而这一系列军事调动显示，美方正在为更大规模、长期化的军事对抗做准备，其战略指向已明显超出伊朗本身。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军事力量持续向中东集结的背景下，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内阁会议上应总统川普要求，就当前局势作出说明。赫格塞斯明确表示，伊朗不应寻求核子能力。无论总统对战争部有何期待，我们都会做好准备，完成任务。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目前正在评估多种选项，但尚未最终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1月29日，美伊谈判正式谈崩后，特朗普再次公开对伊朗施压，直言要么继续对话，要么就将面临军事打击。当天，特朗普在肯尼迪中心对媒体表示，美国仍计划与伊朗进行沟通，但将明确传达2项必须做出改变的核心要求：第一，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第二，必须停止镇压并杀害国内抗议者。相比此前的条件，这一次美方的要求明显减少。此前，美国曾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由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多轮私下接触，但最终仍以谈崩告终。从特朗普最新的表态来看，他并没有计划推翻整个阿亚图拉政权，也没有公开支持巴列维王子，而是更倾向于一种现实做法，更换一批愿意与美国合作的领导层，模式类似委内瑞拉。特朗普也非常清楚，他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因为那意味着长期战争和巨额消耗，不符合他的政治目标。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在不陷入泥潭的前提下取得一场体面的胜利。但问题在于，伊朗同样需要体面。强硬表态震天响，私下接触之后却发现条件根本谈不拢，这也意味着在当前局势下，美国已经很难再后退，对伊朗的打击正在变得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是非打不可。从军事部署来看，美军已经为谈判失败准备好了全部选项。目前，中东地区除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之外，乔治 ·H.W. 布希号航母打击群也即将抵达。大量驱逐舰和巡洋舰已进入作战位置，这些舰艇一次就能发射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以及各类特种作战支援飞机均已部署到位。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运输机也已飞抵中东。美军这次集结的不只是进攻力量，还包括防御与拦截力量。爱国者防空系统、萨德反导系统等已进入战备状态。从军事角度看，目前的部署已经完全具备对伊朗发动一次高强度空袭和导弹打击的能力。至于打击目标，
外界普遍认为选项十分广泛，包括对伊朗领导层和安全官员实施精确打击，对核设施发动空袭，对伊朗银行系统实施网络攻击，进一步升级经济制裁，甚至对伊朗革命卫队进行大规模轰炸。有媒体还指出，特朗普希望通过一次打击制造足够的内部动荡，为未来的政权更迭创造条件。在外交受挫、国内压力上升的背景下，特朗普急需一场可控但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因此对伊朗采取行动已经不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不过，单纯的空袭对伊朗现有格局的改变其实有限。本次行动最大的看点只有一个：美国和以色列会不会选择斩首，或者直接抓捕哈梅内伊，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威慑。这也正是哈梅内伊提前躲进德黑兰一处地下掩体的重要原因。但现实是，如果美以真下定决心，地下掩体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另一种可能是马杜罗事件重演，也就是并非直接击杀，而是尝试实施抓捕。开源情报 Austin 显示，美国近期从英国向亚塞拜然空运了一架 MC-130J 突击队员2型飞机，这是一款专为美军特种部队渗透与撤离行动研发的机型，具备低空、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的能力，并配备先进的防御和电子系统。这类飞机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小规模、高风险的特种行动正在进入准备阶段。不排除美军会派出小股部队突袭伊朗核设施关键目标，甚至尝试突袭哈梅内伊所在的地下掩体。马杜罗事件是否会重演，没人知道。哈梅内伊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也正是本轮对伊朗行动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和最大看点。也许他表面并不慌，但答案很可能很快就会揭晓。另据今日以色列报与多家外电报道，美军在中东的兵力集结已经全面到位。五角大楼更罕见宣布，美军激光武器正式进入实战部署阶段。这一表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战争准备进入最后阶段。以色列军方参谋长随后强硬表态，以军已完成所有战备，将全力配合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地区紧张态势迅速外溢，所有往返或途经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已出现大规模避让与返航。黎巴嫩西海岸上空据传持续有美军与以军无人机长时间盘旋，被视为典型的战争前兆。这场危机的导火线正是伊朗国内持续升级的反政府示威与血腥镇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镇压期间已有3117人死亡，其中包括690名被定性为恐怖分子，但民间与反对派统计却指出，真实的平民死亡人数恐已突破2万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川普总统正站在关键抉择点上，是否在此刻兑现承诺，对伊朗政权采取毁灭性打击，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据以色列传出的非官方消息，美国已正式通知阿联酋、约旦、伊拉克及沙乌地阿拉伯等国，对伊攻击计划即将启动。一旦美军展开打击，英国、阿联酋及约旦预计将加入联合行动，负责拦截伊朗随后可能向以色列发射的弹道导弹与自杀式无人机。2026年1月30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37天。从整体战场态势来看，俄军在多个方向持续发动进攻，但截至目前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前线仍处于高强度拉锯状态。首先来看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在苏梅北部展开行动，试图施压乌军防线，但进攻未能取得进展，前沿阵地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依旧向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北部、罗登斯克以及格里申一线推进，但同样未能突破乌军防御。该方向的战线保持稳定，双方接触线基本没有变化。在赫尔松、扎波罗热、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斯拉维扬斯克、库皮扬斯克以及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俄军继续尝试进攻，但均未取得进展，显示出其在多线同时施压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决定性突破。不过，部分区域的战斗烈度正在明显上升。在西维尔斯克方向，双方围绕西部丘陵地区的制高点展开激烈争夺。
这里的地形决定了战场主动权，谁能控制制高点，谁就能在该方向占据明显的战术优势，因此战斗强度持续走高。在利曼方向，俄军试图从南部突入市区，但遭到了防御方的猛烈打击，未能取得进展。北部的俄军则仅发起了数次试探性进攻，整体攻势相对克制。恰索夫亚尔以北，乌军第24旅与海妖营协同作战，在击溃俄军后成功收复了一小块区域。这一进展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前整体僵持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俄军持续猛攻科斯蒂安蒂尼夫卡，但同样未能突破乌军防线。回到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无论是波克罗夫斯克本身，还是米尔诺格勒和罗金斯克一线接触线均未发生变化，战场态势依旧焦灼。在南线的扎波罗热方向，库班一带出现了近距离交战，乌军步兵正在清理窜入废墟建筑内的俄军。从乌军使用榴弹发射器这一细节可以判断，俄军进入建筑区已有一段时间，并在内部构筑了简易工事和火力支撑点，战斗呈现出典型的城市废墟作战特征。空中与远程打击方面，1月30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共发射111架无人机和1枚导弹。乌克兰方面通报称，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80架无人机，但仍有15个地点记录到撞击。作为回应，乌克兰也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地区发射了近100架无人机，多地传出爆炸消息，具体损失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在精确打击方面，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乌军成功袭击了卢甘斯克利马里夫卡的一座俄罗斯尼波 SVU 雷达站，该设施造价约1亿美元。此外，乌军还对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多个无人机控制点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侦察与火力支撑能力。据诺夫报告最新披露，乌克兰特种部队联合俄罗斯反对派武装自由军团，近日对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俄军敌后区域发动了一次突袭行动。结合实时战役地图以及现场流出的视频画面分析，乌军此次突入纵深超过7公里，并在敌后与俄军展开了激烈交火。从画面可以看到，俄军多个掩体在突袭中被直接拔除，附近的一处野战弹药库也遭到摧毁，现场出现明显的起火和连续爆炸。这类目标通常位于相对安全的2线区域，说明乌军不仅成功渗透，还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精准打击后撤离，战术执行度相当高。就在不久前，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还公开声称俄军已经占领库皮扬斯克，但这一说法迅速遭到多方质疑。乌克兰方面则明确表示，对库皮扬斯克市区的清剿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而这次敌后突袭正是对周边俄军部队实施的包抄与压迫，意在削弱其增援与反扑能力。分析认为，乌军很可能会继续围绕库皮扬斯克这块战略要塞发动更多反攻行动，并以此策应其他战场，迫使俄军兵力被动分散。比如在北部的苏梅边境地区，乌军第67旅近期就成功击退了来犯的俄军部队，使对方难以在多个方向同时集中兵力。再把视线转向南部战线，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军队同样取得进展。据称，乌军在瓦西里夫卡一带摧毁了俄军的一处弹药库。近段时间以来，乌军明显加强了对南部战线的反击力度，并陆续收复了一些此前失去的阵地。与此同时，部分战斗已经演变为高强度的城市巷战。在斯泰普诺希尔斯克地区，乌军部队正在使用榴弹发射器逐点清除俄军据点，战斗距离极近，消耗也极大。此外，在卢甘斯克方向，乌克兰方面还宣布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的涅伯 SVU 雷达系统。俄方此前曾宣称，该雷达造价高达1亿美元，具备强大的空中目标探测能力，尤其能够发现无人机活动。但从实战结果来看，这套系统显然未能有效发挥预期作用。说到雷达与预警系统，这里插播一条来自欧洲的重要动向。根据不久前披露的消息，德国正计划构建属于自己的卫星导弹探测系统。这一决定显然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出于战略安全考量。在美欧关系日益不稳定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对白宫政策的不确定性感到愈发不安，
开始寻求降低对美国情报与武器体系的依赖。目前，欧洲大国中只有法国在武器研发和情报体系上相对独立，而德国显然也准备迈出关键一步。乌克兰军队仍在前线持续实施定点打击行动，近日成功摧毁了一处隐藏在养猪场内的俄军据点。与此同时，俄罗斯本土也传出异常情况，其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部分地区发生停电，引发外界关注。据独立媒体 Astro 报道，当地时间1月29日，乌克兰第225突击团在东部战场发动一次有预谋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座表面上已废弃的养猪场。调查显示，俄军将该区域改造成临时步兵掩体，并在多栋建筑内存放了数量可观的武器和弹药。乌军侦察分队提前锁定了精确坐标，在确认俄军人员集结完成后，随即呼叫隶属于格里姆营的炮兵部队实施火力覆盖。随后，第225突击团对目标区域展开密集炮击，大量155毫米炮弹倾泻而下，并配合无人机实施精确打击。从随后流出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养猪场内多栋建筑在连续轰击中被摧毁，现场升起滚滚浓烟，并伴随多次剧烈爆炸。一部分俄军人员试图从废墟中撤离，但很快遭到附近埋伏的乌军第3突击营伏击，具体战果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可以确认的是，这处原本被用作掩体的养猪场已被彻底夷平，其所谓的隐蔽性显然未能发挥作用。再将目光转向俄罗斯境内，据报道，圣彼得堡地区的谢斯特罗列茨克近日发生停电事件，具体原因尚未公布。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莫斯科及周边地区也多次出现类似供电异常情况。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在能源基础设施承压背景下，对潜在能源停火议题持开放态度的原因之一。在国际层面，欧盟宣布将向乌克兰追加1.45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医疗、住房及基本民生保障等领域。此外，《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欧洲或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乌克兰更主要的情报支持来源。欧洲与基辅方面对美方情报体系的可靠性心存疑虑，此前甚至发生过乌克兰向白宫刻意释放假情报的事件，而相关信息随后被俄方掌握。尽管该举动一度成功误导俄军，但长期来看显然并非可持续之策。乌克兰正试图减少对美国情报的依赖，转而寻求欧洲支持。法国的卫星侦察系统以及英国情报机构被视为重要替代力量，毕竟伦敦的军情六处同样位列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情报机构之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